我这有一个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锭，我用电子都称过了，正好是1斤的重量，你看能不能卖50万？1斤重的金锭要价50万，确实是挺保守，上面还真有落款，雍正年造。看你这个个头的话，这恐怕得有10两以上吧。重量正好是500克左右，我都已经称过了，确保无误。那过去的锭子1两是37.3克，看你这个个头的话，银锭是10两，但是黄金啊，它比银子重，所以重量应该是10两以上了。再说你这个金锭上面的字体倒是会很规整，这如果要是对的话，这价值远远不止50万了吧？哎，其实啊，我都找专家看过了，专家给我鉴定是300万。300万，感觉啊，他鉴定的价格太离谱了。已经找专家鉴定过了。对呀，专家给出的价格是300万，别人都听这价格越贵越开心，你倒和别人不一样啊。网上的专家给我的感觉，他就是富有价格300万，我觉得很不现实。人家有300万不会买这个东西啊。你这是很少有的人间清醒，一眼就看破了网上专家来瞎忽悠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像这种金锭在过去啊比较少有，如果你这个是对的话，字口果真有这么清晰啊，300万估价确实是很保守了。我要的就已经很保守了，50万是有依据的。黄金300现在500块钱一克，对，500乘以2，正好是1斤50万。原来你这个保守了50万是这么得出来的，按现在的金价乘以2，1斤重的金锭正好是50万。我这是第一次见这个金锭是这样定价的。我定的价格很现实啊，做生意主要是讲究一个回款再说黄金卖的太贵了，别人也买不起。你说这话没毛病，无论做什么生意啊，这个回款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平时普通的黄金价格很透明，但是像这种金锭是属于古董的收藏价值肯定要远远高于金价来。还没来得及问你这个金锭这是哪来的？我在路上捡了一个快递盒，拖着有点重，拆开一看啊，这么大一个金锭。原来这个金锭是在路上捡来的，怪不得你这要价这么保守。捡来的快递你不应该跟人家快递员联系吗？掉水里了，是水里都看不清楚了。再说过那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有人寻这个东西。你这个幸亏金锭价值不高，不然再过多少年，你拿出来依然有麻烦。首先，这个金锭的材质不对，你称了1斤重量不符合黄金的密度。10两银锭重量是370克左右，因为这个锭形啊，你看稍微厚一点，黄金的话应该在800克到1000克的样子，这个是它比重不对的地方。另外就是金锭，它这个造型上很有讲究。首先啊，这么大的锭子它不应该有翅膀，这种带翅膀的都是银锭的器型。还有就是它底部这个蜂窝很可笑，因为明清那时候的黄金含量能达到98%以上，黄金不比银子熔点高，在浇铸的时候啊，底部不存在有蜂窝，你这些蜂窝看着应该是罩上去的。还有黄金这个材质啊，亘古不会变色氧化，你看从底部一直到上面的字口这里，这很明显都有褪色的现象。最关键就是这个金锭上面的这个字口，这一看就是现代的电脑体，过去的金锭都是粘刻上去的，你这个是属于漏洞百出，个人看也就是现在的艺术品而已。终于听你说完了。你这讲的没有优点，好像全都是缺点啊。对，你开个价吧。开价既然不是黄金的话，基本上现代的艺术品也就没什么价值。外边点镀这一层也不是黄金，它即使是黄金也没法提炼出来。个人看，如果买的话，估计也就100-200块钱的样子吧。这个价格确实很尴尬。开300万是想忽悠我，要50万竟然也卖不掉。对，100多块钱也太可笑了吧？那其实也没什么可要不可要的，毕竟这个东西也是你捡来的。你仔细推理一下啊，如果是真黄金的话，怎么可能这么高价值的金锭寄快递怎么可能会掉地上？这分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。反正也是不值啥钱，你就当一个小玩意儿拿着玩吧。再说吧，我再找其他人看看。再说吧。好。这兄弟俩分家竟因为2块破银元打起来了。老板，你给看这2块银元到底值多少钱？我们普通人家啊，也没有太值钱的银元。这个兄弟俩因为这俩银元打起来，太不值当了。来，我看啥的。我说老板，咋会不值当的了？这俩可都龙样。一块好歹也是几十万，要不然他俩也不会动手打起来。
这2块确实都是龙样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。2块也都是常见的板啊，这是谁说的？这能值几十万啊？他们兄弟俩好像都在网上找专家鉴定过了啊，说是一块贵一块便宜，有价格差，所以分歧我感觉还挺大的。哎呀，银元币种不一样，他们之间确实有这个价格差异。这个大青玄参啊，这个肯定是贵，毕竟它是属于中央龙样，而这个江南甲辰它是属于生龙，加上它这个存世量大，所以价格便宜。好在2块啊都是无伤无戳，这相差的钱啊，这也不至于打架。这太至于了，老板。我听他们说一块好像值90万，另一块好像只30万，足足相差3倍价格。哎呀，你不要听这个专家在这胡咧咧。一般这种大青啊，值几十万的也有，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必须得是皮核挂67分，这样举世无双的大青才90万。而江南币值30万的，必须得是无纪年了吧？5纪年这个状态的话，市场价应该在30万左右。你这啥意思啊，老板？难道网上专家说话不靠谱吗？是不是城市不一样，价格有差异？这个现在毕竟也是这个互联网时代了，银元的价格啊，在咱们全国都一样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他弟兄俩在网上找了专家，确实有大问题。这能有啥问题的？一个说的不对，2个说的都不一样。刚才我也说了，他们俩确实有差别，但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。网上专家的套路很明显，就是以高价吸引你，然后让你带着东西去找他，到地方啊几百几千的让你出费用，他们估的价因为高的太离谱，说实话压根儿也不会有人买。那你说吧，你看这2块到底能值多少钱？那行吧，那我先说里边最便宜的这个江南甲辰。江南币啊，8个有纪年，一个无纪年，发行量最大的就属这个甲辰。甲辰龙啊，平时以深大为主，而你这个币面流通痕迹还是有的，刺面这一块不是太明显，这个龙面这一块流通痕迹就比较明显了，尤其是它这个龙鳞还有一半字口看了也不是太清。好在这个币面啊无伤无戳，算是通货状态吧。这个味道也是一块原味的状态。我这个看价能给你看到3000左右。30万变3000啊？对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网上估价水分那么大吗？差距10万8千里啊！对呀，30万的估价，这个估到3000，肯定相差很大。说实话，你说谁会掏30万买这个一块甲辰呢？而另外这一个大青玄参啊，首先从币种上来说，要比这个甲辰要贵很多。而你这个大青玄参，最主要是它这个币面好啊，而且原味带包浆。你看两面都是全深达，我没看到有任何缺点，而且这个币面流通痕迹几乎是没有，保护的非常非常好。大青主要是看它的花枝招展，龙鳞也没有磨损，包括它的云朵看着也非常舒服。这边字口没有任何的缺点。你这一个大青的话，我最少能给你估到5位数以上。乖了，这人家可估90万，现在5位数你说1万，1万多，1万多，那错多啊！那对，所以说这个价格相差巨大。这个网上的专家不靠谱，你回去告诉他们兄弟俩，这个区别巨大。真实现实生活当中，这银元啊没有那么贵。然后因为兄弟俩分家，因为这俩银元闹病，说实话真是不值当的，还是以和为贵。兄弟俩分家啊，说实话，这几千块钱，因为几千块钱，对不对？不值当的，回去给他们说说，实在不中，让他们俩卖了，一块分钱多了。我说我也不管了，清官那家伙是他丢啥事，我不要钱了。那是嘞，是嘞。好，能那谢老板。没事。好。